你敢相信吗？有一架印着新加坡空军标志的 A330军用运输机，堂而皇之地穿梭在波斯湾最危险的火线之上，它就像暗夜里的一道光，硬生生地把几百名国民安全带回了樟宜机场。这简直不可思议，对吧？要知道，军机进入别国领空，那可是极其敏感，甚至可能引发战争的主权问题啊。在连民航客机都不敢起飞的生死关头，凭什么那些平时强势的中东大国，愿意给一个在地图上连名字都快看不清的东南亚小国开绿灯？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盘新加坡下了整整20多年的外交大棋。这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新加坡撤侨行动。这弹丸之地，到底藏着怎样让人胆寒的军事逻辑，以及深不可测的国家软实力？在这次代号为安全归家的生死救援行动中，真正大放异彩的主角是新加坡空军的 A330多用途天油运输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MRTT。 你千万别天真的以为它只是个随便改了改涂装的普通客机。这架飞机在设计图纸画出第一笔的时候，就已经被塞满了各种应对高危环境的保命神器。它自带极其强悍的定向红外对抗系统，还有一套极其复杂的电子战自卫套件。说白了，它甚至有底气直接去硬刚地面的单兵防空导弹。执行这次搏命任务的飞行员事后回忆起来，依然心有余悸。他说，在漆黑的夜间飞越波斯湾时，他们甚至能肉眼清晰地看到窗外那一道道疑似导弹拦截的恐怖交火轨迹，火光就在机翼不远处擦过。更要命的是什么？整个空域的 GPS 信号遭到了极其强烈的电子干扰，导航屏幕简直成了一堆乱码。能在这种连方向都分不清的极限死地里精准导航，靠的完全是飞机变态级别的冗余系统，还有飞行员那千锤百炼的硬核技术。而此时此刻的机舱内，却是另外一番让人泪目的光景。和以前那种让人狼狈的席地而坐的撤侨完全不同，这次新加坡空军直接启用了最顶级的完整客舱配置，不仅有热腾腾的饭菜，有专门为婴儿准备的摇篮，甚至还有全副武装的军医就在舱门口，挨个给撤离人员做极其细致的医疗筛查。这种硬核到骨子里的军用装备，加上细腻到极致的后勤保障，构成了这场撤侨行动最坚实的第一层底气。但是，你的装备再先进，准备再充分，人家主权国家如果不让你飞，你这架钢铁巨兽也就是一堆废铁。大家都知道，一国的军机想要降落在他国的领空，那绝对是国家互信的最高体现，没有之一。新加坡之所以能在战火纷飞、极其敏感的时刻，奇迹般的迅速拿到沙特、卡塔尔和阿曼这3个中东大佬的通行证，你以为靠的是运气吗？大错特错，这靠的是新加坡长达20年、深谋远虑的政治投资。早在2013年，当很多国家还在观望的时候，新加坡就已经眼光毒辣的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签署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非中东国家。这份名叫 GSFTA 的协议简直是个超级大杀器，它不仅极其霸气地免掉了 99% 的关税，更是把新加坡和中东在能源、金融，甚至极为严格的清真认证标准上进行了深度的死捆绑。这种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在战时的危急关头，直接奇迹般地转化成了救命的沟通高速公路。危机一爆发，新加坡总理根本不需要经过繁琐的外交辞令，直接一个电话打给卡塔尔埃米尔，几分钟内就敲定了备选的救命通道。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什么？新加坡在这次行动中，不仅霸气地救回了自己人，在飞机座位还有富余的情况下，他们竟然顺手把马来西亚、韩国、印尼和菲律宾的侨民也一起带出了火海。这一手余力相助，玩得简直太漂亮了。他直接让多国政要排着队发来感谢信，硬生生地把一次被动的危机应对变成了一场国家软实力极其高调、极其华丽的变现秀。而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变现能力，
很快就在极其敏锐的国际资本市场上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连锁反应。这场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才刚刚落下帷幕，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就出现了一个极其夸张的超级逆转。原本那些为了追求极低税率和极其宽松的监管，疯狂把资金转移到迪拜和阿布扎比的超级家族理财办公室，突然像疯了一样，开始不计成本地加速回流新加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彻底打碎了那些新兴金融中心看似美好的安全滤镜。那些顶级富豪们瞬间惊醒，钱再好赚，你也得有命花啊！在真正的生死存亡面前，新加坡不仅能给你提供极度稳定的法治环境，它更能在这种天塌下来的关键时刻，直接开动国家暴力机器，不惜一切代价来保障你的人身安全。星展银行随后发布的一份报告更是让人震惊。报告指出，尽管2026年全球经济都在面临关税壁垒和地缘政治的双重疯狂施压，但新加坡的股市却依然稳如泰山，极其抗跌。这次硬核撤侨向全世界的富豪们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新加坡的那本红色护照绝对不仅仅是免签多少个国家的冰冷数字，它更是一份用国家信誉担保的生命保障契约。这种在乱世中极其稀缺的确定性，对于那些迫切需要跨越几代人传承巨额财富的超高净值家族来说，简直是无法用任何金钱来衡量的绝对安全壁垒。而这份契约所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在新加坡国内同样引发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深刻化学反应。你能想象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吗？对于有幸乘坐那架军机逃出升天的299名新加坡人来说，当他们在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利雅得机场，一眼看到那些穿着自家空军制服、操着那口再熟悉不过的本土口音安抚他们的士兵时，他们所有的心理防线在那一瞬间彻底破防了，眼泪根本止不住。有一位年轻的留学生在接受采访时哽咽着说，就在看到国旗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虽然还身在异国他乡，但其实已经到家了。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关于国家不计任何成本、不惜一切代价救人的讨论，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形成了一股极其强大、极其震撼的社会共识。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多族群的移民国家来说，这绝对比上千堂空洞的爱国主义教育课都要来得猛烈和有效。国家用最硬核的实际行动，完美兑现了保家卫国的庄严承诺。与此同时，通过顺手救助东盟邻国那些绝望的侨民，新加坡也极其巧妙地确立了自己在整个区域内无可争议的老大哥地位。从2021年果断协助美国在阿富汗撤离难民，一直到2026年强势主导中东人道主义响应，新加坡在完全没有庞大战略纵深这个致命弱点的情况下，硬是凭借着超高的智慧，把自己死死地嵌成了整个区域安全架构里绝对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那么，这种堪称奇迹的小国大外交模式，到底能给充满未知的未来带来怎样震撼的启示呢？2026年这场惊心动魄的中东撤侨行动，简直就是给全世界完美演示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全社会防卫。它靠的绝对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全球顶级的军事装备，深厚到骨子里的外交资产，敏捷到极致的行政调度，以及国民那种坚不可摧的高度凝聚力。在这个动荡不安、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世界格局里，新加坡用极其响亮的一记耳光告诉所有人，透明度、规则和绝对的安全保障就是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未来，随着地缘冲突越来越常态化，甚至可能随时在你我身边爆发，这种风险绿洲的硬核模型只会散发出越来越致命的吸引力。在一个充满了无数变数和危机的时代，新加坡早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坐标了，它更是一个在狂风骤雨、惊涛骇浪中依然能稳稳地带你平安回家的终极避风港。小国在巨头的夹缝中求生存，靠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运气，而是实打实、拳拳到肉的真功夫。好了，
如果你也对东南亚波诡云谲的地缘格局，以及新加坡这种让人叹为观止的生存智慧感兴趣，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最后，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如果你身处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你觉得你的国家能像这样，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接回家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最真实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